好，我们来勾一下哈，来勾线，画一个勾线的牡丹花。我们把这个牡丹花画在这个地方，画在这个地方，画一个勾线的白色的。本来我试了一下这个颜色，那么我们不要把它给，也不用说不要它。这个牡丹花它也是个碎花瓣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勾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可以这个角一样的可以勾的比较碎一点，不要勾的那么整齐。特别是我们画血液的时候，就没必要把它勾的太过于整齐，就是可以稍微随意一点哈，稍微随意一点的。不用像工笔一样的勾的那么规整，那么整洁。它也是一样，因为这个花它是这个，这朵花也是摇黄，它的花瓣是比较碎，也是我们一样的勾这个小的这个花瓣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注意这个大小，一样的要勾出这种有大有小的这种花瓣，不要全部勾成一样大。那这边我们可以勾一些很碎的、很长一点的、碎一点的。哈，这个一样的勾这种的话，一样的也是花瓣要有大有小。你看我们这里这么多小的，我们偶尔可以来一个特别大的，特别大的。我们注意画的时候，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哈，也是一样，一边整一边可以碎，让它有变化。其实我们真正去对照这个实物去勾它的时候，不一定说完全我们就跟这个实物是一样的，勾到一样的，就是很难，没办法做到一模一样的啊。只能说它只是一个参照物而已，它只是一个参照物。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碎的，有很碎的，很小的。我们为什么对着实物去写生，就让你更加了解这个牡丹花的它的一个姿态。然后你写生多了，你对着这个实物去勾多了，你就更加去对它熟悉了。你对它熟悉之后，你就随手拿起笔，你就可以勾出一朵牡丹花来。所以说写生很重要，你对着这个照片写生也可以的哈。就像你因为这个牡丹花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，它并不是说随时都可以看得到牡丹花。
所以说对照这个照片去写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。好的，这个碎花瓣啊，很多碎花瓣，就是跟我们画血意一样的，特别多的这个碎瓣。可以画一些小小的细节。小的里面中间偶尔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。好，我们这前面先画那么多。这一笔这个墨有点多啊，有点大，水分有点大。不要太多水了。我们因为画血意是用的这个生鲜纸，并不是熟鲜，所以生鲜纸它本身它就很容易淹水。它不像熟鲜，因为我们画工笔才用熟鲜嘛。我们这后面是大花瓣啊，要很夸张的大花瓣，可以非常大。这个边缘要有大有小。这后面这个花瓣让它特别夸张，特别夸张。这种写意的勾线它没有那么严谨，它不是像我们画这个工笔一样的。我们画工笔，如果画工笔的话就特别严谨，包括这个笔法的这个起形收啊，还有这个或者是你画方线还是画圆线，这些都是有这个讲究的。但是我们因为是画的写意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多讲究。但是你画的时候，这个笔上有一些地方可以深有淡，这种笔法有深有浅的这种感觉，它会更加好一点。不要像那个画的每一个那个线全部是一样粗，那可能它就没有变化，就不太好看。好，这后面的这个大花瓣特别大，特别夸张。让它特别大，我们先把上面和下面都画了，然后看一下我们下面哪里需要补充，我们待会儿再去补充它。这里来一个，这样子，这样的姿态，那夸张一点，特别大哈，这一朵花特别大，一个纸上基本上就画这一朵花了。我们不是画工笔的，画工笔我们勾线就没有那么
随意了，因为我们画的写意，所以比较勾起来它是勾线比较随意的哈，没有那么严谨。画的写意，所以勾起来没有那么严谨。哎，这里再来一个，这里再长出来一个，让它更加夸张。好，这里多一点，让它夸张一点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我们需要哪里去加一些花瓣来？其实真正画到最后就已经脱离了这个原图这个参照物了。有一些地方就是留作缺口，这里来一个小的，这里再加一个小的吧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花可以就这样子让它张扬。其实刚刚这里这一块不画也行，这块画了它这个花也没有问题啊，也没有问题。可以让它这一边更加直接出去，破边它。好，我们这个就勾这么多，就这样子，就勾这么多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完成这朵花，我们用这个太白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朵花，不知道画出来会是怎样的感觉？我们画一下，试一下，它会成一种怎样的感觉？我也不知道。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么画，好，我们挤上这个太白，拿一个干净的盘子挤这个太白出来。好，我们这支笔就洗干净之后，我们直接蘸这个太白啊，笔上要有一点水分，不要太干了，要有一点水分哦，直接调这个太白，从这个花瓣的边缘开始啊，这样子来，一个一个花瓣的来啊，这样子笔这样子侧锋这样子来，因为这个笔你调这个太白也是由深到浅的，因为它里面有水，中间这里会慢慢的过渡，它是有水分的。如果说待会儿它太干了，水分太干了，我们也可以加一点水分啊。这个我们可以长一点花瓣，我们可以加进来一点点。没有那么严谨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像涂这个工笔一样的把它涂的非常非常的工整，因为工笔它就不一样，我们要把它涂的跟那个真的似的，规规整整，因为我们是画的这个写意的。
所以要求没有那么严格。笔上没有水，你也可以一样的跟之前一样的加水哦，可以用这个勺子这样子加点水进来。好，我们用这个太白啊，用这个太白均匀的一样的调在这个笔上，这个笔里面是水哈，笔肚里面是水，没有其他的，只有水。好，我们这个笔尖的这个太白是最浓的啊，笔尖上的太白是最浓的。这个也属于写意，只是写意的一种画法而已，另外一种画法而已，明白吗？好，笔尖调最浓的。我们画这个写意的线标，我们勾的它比较随意一点点，因为写意它本身就是要放开来，所以我们就不勾的时候不需要太严谨了。其实这个白色的挺好看的，大家觉得是不是？白色是不是特别好看？不是画工笔的，还是写意的啊，还是写意的。笔尖蘸太白，笔肚是清水啊，笔肚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笔肚里面是水。待会儿我们这个里面再还要加一些其他颜色，加一点点墨或者是其他的颜色。这个根部，花瓣的根部，你们说加墨色还是加什么颜色好？
勾线牡丹其实很多画家都会用的，包括一些古画中都会有，古画中画这个牡丹，写意牡丹它都会有，就是说它会搭配，像这种的搭配那种直接画的，这种就是画它会画浅色的，这种牡丹它就在这整幅作品加整一幅大的作品里面，可能它用这种勾线的方式画那个特别浅颜色的花，黄色的呀，或者是这个白色的，搭配几朵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看到过？当然，每一个老师他可能画出来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。就是我们是画的写意的啊，不是工笔的，所以工笔的它要求特别，就是每一笔都要画的特别谨慎，但是我们这个写意的它不用要求那么严格啊，没有要求那么严格，就可以随意一点点啊。我就喜欢画写意的，不太喜欢画工笔的。笔尖蘸这个最浓的，不用加水的这个太白啊，笔尖蘸的这个太白是不需要加水的。好，我们再画下面的这个大花瓣，这个大花瓣我们就要多调一点了，调上一点了，把这个太白稍微的调上一点了。看一下有没有水分哦，笔上好像没什么水分了，没有水分，我们要加一点水啊，不要太干了，太干了也是画不动了，太干了我们就加一点水。这个大的花瓣，笔要睡起来啊，笔要这样睡起来，让它慢慢的一样的过渡过来，不能只有这个一样的要过渡哦。要调上一点点哈，把这个白色的调上一点点，调到笔肚上去，笔尖上是最浓的。拖一点，因为这个花瓣太大了，不然后面太没有颜色了。我们拖一点点，往后拖一点点，往后拖一点。
多画多练，要对照着这个实物，我是对照这个实物去见解写生的，你们也是一样，要拿一个牡丹来对着它去画，这样子才会去了解它的结构。一定要了解它的结构，就像刚刚我们，而且你们对照这个实物去写生的时候，一定要找这种非常有姿态的。像我刚刚，你看我这一朵花，它是特别有姿态的，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不是？我把它写出来，它写的是不是稍微的也差不多有一点变化啊？也有一点变化，不是说完全跟它一模一样。当然，就是大型它在这儿，所以说你们要多写生，对照着这个实物，对照着这个实物去写生，多去了解它的姿态，多了解它的花的姿态，多画，你就会熟悉了。这个牡丹花的大概形状把它勾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不是按照工笔那么勾，因为工笔它有的时候有分这个圆线和方线的勾法。如果说按工笔的方法勾，它就是比较严格。我们这个写意的勾就勾的比较随意一些的。好，现在笔上没有水分，我们又可以加一点水分了。没有特别要求，就是因为这个是生鲜，你稍微停顿了一下，它就粗一点；你走快一点，它就细一些。因为我现在这个不是工笔画法的勾，因为它这个我们是写意的啊，是写意的，而且用的是生鲜纸。用的是生鲜纸，生鲜纸你没办法说勾到像画工笔一样的那么规整，因为它会晕开的。把这个用这个白色的，这个是太白啊，我们现在用的是太白，笔尖里面蘸这个最浓的太白，是没有加水的，没有加水条，但是这个笔肚里面是有水的，笔肚里面是有水的，笔肚里面干的是要加水的。好，我们这个有一些淡了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啊，少一点点。其实这个，如果说我们用那个葛粉，你们知道葛粉吗？知道吗？用葛粉它可能更白，它干了之后就更白。用这个太白，它干了之后它会有一点，它有颜色也会变淡了一点。那葛粉知道吧？葛粉是工笔画用的。葛粉如果用葛粉的话，它就没那么容易白，它干了之后它会更加，它没那么快就是把那个白色没有了，它干了之后它会显得更加白一些。好，有一些太淡的地方我们可以再提一下，稍微的提一下。
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。然后我们根部大家说画什么颜色好？用墨色好不好？用黑色。我们用颜料里面的黑色，用黑色。用玫红，我们画就把它画哑一点，就用黑色，好吧？就用黑色。好，我们笔上有一点水哈，加一点水，不要太干了，加点水分。还是这支笔没有换，这个黑色的啊，调一点点就可以了啊，不要太多了，不要太多了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用颜料里面的黑啊，用颜料里面的黑。试一下，可以。笔里面是有水分的啊，有水分。也不需要太黑了，一点点黑就可以了。用的是颜料里面的黑，不是墨水。你们的颜料有黑的吗？有没有？如果说是用宣纸的话，它可能会晕得更好啊，因为是卡纸，它可能晕出来的效果没那么好。如果你们换做宣纸来画，可能效果会更好。这笔调的有点黑了，有点太黑了。一点点就好了，不用太多。在这个根部这里画一点点就好了。很浅的啊，一点点浅浅的一层就可以了，一定不要太多了。好了吧，我们就这么多吧，就这样吧，可以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